Hello， 大家好，这是从来不出村门的小豹，群峦救援生存第8集。上期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下农业还有畜牧业，这期的话，我们就回到工业的主线，做一下这个整合包里面的高炉。然后我们制作这个高炉的话，需要用到很多的锻铁板，而锻铁板又要用到很多的锻铁锭。虽然我们之前在这个箱子里面已经做了几十个这个锻铁锭了，但是还远远不够。那我们现在就花一点时间给这些铁锭升温一下，升温之后焊接，然后再把这个焊接的板敲成铁板。就这样重复循环这个过程，然后用刚刚压的一些铸铁板先制作一个高炉，然后还需要12个锻铁板，就是24个锻铁锭来铺这个高炉的外侧。不过高炉里面的锻铁锭肯定是不够了，所以我们需要在锻铁炉里面再烧一点锻铁。不过之前那一期我们挖的这个评级的褐铁矿已经快用完了，而且这个评级的褐铁矿每次只能烧300个单位，效率也比较低，所以我们这次还要重新去挖一些矿石。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的焦炉也已经空了，我们用木炭的速度太快了，因为烧这个铁的话每次需要24个木炭啊，用煤炭还不行，所以后面我们还要断断续续的出去砍一些木头。快来看一下我们家的农作物，哎，下了个雨，长了60%多，这么慢吗？哎，怎么还掉了一个甜椒种子啊？这里太冷了，作物活不长。现在是冬天是吗？农作物都冻掉了。到时候我要把这个田搬到地底下去，搬到底下那个水旁边。之前不知道把它种在这个上面了。然后的话就是找矿石了，我要花一点时间找比较丰富一点的铁矿啊，不要贫瘠的那种。不过我找的第一个矿脉位置好像没找好啊，找了很大一个范围都没有找到铁矿石。中间的话，由于挖的时间比较久啊，身上的肉全部都已经吃完了，所以又回家烧了一点肉吃。一只驴可以掉3个肉啊，够我们吃很长时间了。之前的话，评论区有小伙伴跟我说我们家这个地面比较难看啊，所以我又花了一点时间去挖了一点这个光滑的阴安岩，把我们家地面给替换一下。我们需要走过的地方，把它替换成这个阴安岩方块。到时候的话，我们家的房子也得稍微改一下，现在还是一个火柴盒啊，太拉了。不过我的建筑水平不太行啊，而且材料也不太够，不知道该改成一个什么样的房子。然后就在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突然发现旁边的河面结冰了，现在已经到达冬天了。那到了冬天的话，我们家的这些农作物长的速度就更慢了。这期的话多半是没办法收集这些农作物，然后喂牛羊了。然后正好河面结冰了，我们再去做一个冰锯子，把那些冰块锯下来。上一期咱们不是做了一个冰窖嘛？那个冰窖里面的话，需要放这个冰才可以让它降温。如果没有冬天结冰的这个河面的话，我们可能要跑到比较北的地方，跑到北极去那边收集冰才行。现在正好冬天了，我们就可以直接从河上面拿了。那后面我们食物的保鲜问题也不用愁了。哈哈，我的肉可以保存很长时间了。地窖冷源往里一放，哦，低于0度了，直接就低于0度了。可以，这个肉可以放很久了，那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再去找铁矿石的途中，我们发现了一只新的羊，不过这只羊也是一个母羊啊，我们家里也是母羊，2只母羊的话没有办法繁殖后代，所以我们后面还要再重新找一只羊才行。然后继续找铁矿，我们这次在矿脉底下找到了一个矿洞，不过这个矿洞里面是评级的赤铁矿，这个评级的赤铁矿单位太低了，所以我们还是重新去找一个吧。然后咱们第3次挖的这个矿脉是普通的赤铁矿，有25个单位，一锅的话可以烧600个单位的铁，也就是6个铁锭。然后我们就花了一点时间挖了一点点，应该暂时够我们这一期制作高炉用了。后面的话我们就做了比较长时间的烧铁、压铁、炼铁，还有砍树、烧木炭的过程。由于我们高炉的墙壁需要用到耐火砖，耐火砖要用陶土烧制，而陶土的材料里面有粘土、石磨粉还有高岭石粉，我们的石磨粉不够了，所以我又花了一点时间出来重新挖了一个石磨的矿道。回去之后把石磨还有粘土还有这个高岭石粉放在搅拌盘里面搅拌出我们需要的陶土来，再把陶土合成耐火粘土砖，然后把它放在陶瓷窑室里面烧成正常的耐火砖。中间陆陆续续的把我们的锻铁板也已经打完了，这个耐火砖咱们也交付了啊，我们这个高炉的所有结构就已经弄好了，现在可以来摆放一下这个高炉了。最中间的话是一个干锅，然后让这个鼓风机的口对着它，然后在这个鼓风机的顶上一层我们要摆上1圈的这个耐火砖，摆成一个十字形，中间是空的，中间是用来放矿石的。然后在这个耐火砖的外壁要把我们刚刚烧的12个锻铁板都铺上去。不过在测试的时候发现这个锻铁板的温度要降下来才行啊，它在高温的时候是没办法铺的，亏我一烧完之后还把它放到箱子里面，怕它温度降下来。降温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往上铺了，这个高度是可以一直往上延伸的，不过每次延伸就需要用到12个这个锻铁板啊，非常的昂贵。等它全部铺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干锅上面放高炉了，我们这个锻铁炉也就制作完成了。
我们一会儿爬到顶上去丢矿石、木炭还有助焊剂，右上角再放一个风嘴，就可以开始炼钢了。不过我们现在还要再做一个自动鼓风机啊，因为这个风箱如果没有自动鼓风的话，我们要手动弄它个20分钟才可以烧出一次钢，就比较麻烦。自动鼓风机的话又需要锻铁板，然后还需要红石还有石板。我们在磨石里面磨朱砂就可以磨出红石，石板的话用锉刀锉一下就可以了。这个蒸汽炉又是2个锻铁板，又是8个锻铁锭，不过还好啊，我们已经烧了很多的锻铁锭了。好的，那咱们的风箱驱动器弄好了，还有这个蒸汽炉也弄好了。这个蒸汽炉和驱动器的位置记得不能搞反了，蒸汽炉的这个方口要对准那个驱动器才行。我这个地方就是搞反了，所以弄了半天它没法工作。然后摆好了位置之后，我们往里面放一桶清水，然后再放上一些燃料，接着用拉杆给它提供一个红石的信号，然后再用打火石给蒸汽炉点一下火，让它运行起来。这样子的话，这个风箱驱动器就可以开始正常运作了，就可以往这个高炉里面鼓风了。那咱们现在只差一个风嘴就可以炼钢了。风嘴的话需要用到4个锭才可以制作一个，而且耐久比较低。我们把风嘴塞在高炉的右上角，然后爬到高炉的顶上去，往里面丢铁矿、木炭还有助焊剂。下来之后，这个高炉里面就可以显示我们目前的矿石还有木炭的数量了。这个木炭数量的话，要始终比这个矿石高一点才行。所以我们有2个选择，一个选择的话是往上面丢一些木炭，让它一直放着，或者是我们再做第2层，可以多放一点木炭。这边这个蒸汽炉的频率的话，我们可以用锤子右键来改一下，6秒延迟左右是最合适的，比较省煤炭。然后烧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这个存档里面的第1个生铁，它终于制作出来了。我们可以用模具把它提取出来。它刚开始的话是生铁，要经过我们的打造之后才可以变成钢。首先的话，生铁锭先给它打造一次，打造成高碳钢锭，然后这个高碳钢锭再打造一次，才可以打造成钢锭。至此，我们这个钢锭的任务也终于是完成了。那么这个任务做完了，我们后面的话还需要做钢针啊，挺多装置都需要用到钢的。光是这个钢针一下子就需要用到8个钢。这一期挖的那些铁矿石也差不多用完了，我们还要花一些时间重新去挖铁矿石。这期的内容又花了4个小时左右，虽然确实挺干的，但是完成各个步骤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那么我是小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